检测走神，并且震动提醒，用它就真的能够专注学习了吗？是否一个上网课的神器呢？那今天就和大家测评一下 Foki 这个学习神器。那我们马上开始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正在荷兰留学的 Elena。今天我会和大家分享它的使用方法、使用效果、注意事项、缺少的一些功能和我最后的感想。那首先我和大家分享一下 Foki 它的使用方法和原理。Foki 是要扣在裤腰上的，它会根据你呼吸和独自的起伏频率，判断你是专注、劳累、紧张还是走神。连上手机 App 会有记录，然后最重要的就是在你分心的时候，它会检测到，并且给你一个震动的提醒。接下来我就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个人觉得的使用效果。最重要的第一点就是它的精确度，它真的能否感知到你在走神呢？那在我的个人使用中呢，它是没有办法在你走神的那一瞬间就马上发现的，但是它会在你走神几分钟之后给你一个震动，然后把你拉回来。在我平时学习专注的时候呢，它是不会震动的，有时候有一个小小的走神它也不会发现，但是如果我真的就是飘走了，它真的会震动，然后把我拉回来。第二个呢，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功能，就是它有一个你专注度的一个记录。只要带的时候呢，它就会长期给你记录你的一个专注的程度。特别是你在学习或者上课的时候，你看着它这个小球球在那弹的话，其实还挺治愈的，而且就是让你能够更加好的静下心来。它的颜色分类大概是这样子的：黄色是专注，然后紫色是疲劳，蓝色是放松，然后还有灰色的是分神。如果你遇到了一个这种特别深色的小球球呢，就代表着你进入了心流状态，有点像 deep work 的那种忘我忘记时间的情况，就是你非常投入工作。那一天下来，你就能够很好的看到，你今天这个时间段它的状态是怎样的，它会告诉你你几点是这样的时间段，以及你这个时间持续了多久。点一下这些球呢，就能够看到它当时的一个状态的解释，就是你不用背下来这些颜色是什么意思的，所以这个设计我觉得是蛮好的。那接下来我和大家说一下它 App 可以搭配的一些模式吧。它这下面有2个模式，专注提升呢是会根据一个呼吸节奏给你打拍，然后可以调整你的专注。但是我用的很少，因为我上课和学习的时候并不想听到什么节拍。另外还有一个深度工作，那你可以根据你只进入这个模式的时候才会给你震动提醒。平时如果你想上课的时候记录你的一个专注状态，就不会给你一些震动的声音。那它的分心提醒呢也是有不同种的，它是有分神提醒、专注下滑提醒、紧张警报和疲劳警报。那它建议呢是只开1到2个，免得你一直被震然后被分心。我自己用的呢就是分神提醒和专注下滑提醒。接下来我和大家分享一下使用 Foki 的时候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吧。首先就是收到之后，它需要一个时间段进行机械学习，去了解一下你的呼吸情况。那对我来说大概用了1周左右吧。然后在他学习的过程中呢，你是不能带着他去聊天、娱乐或者睡觉的，那这样会影响到他一个机械学习。机械学习之后呢，除了睡觉都是可以日常携带的。第二点呢，就是 Foki 对你携带的位置会比较挑剔，它最好就是在肚脐附近的一个位置去检测嘛，然后你可以在手机看你这个检测信号到底强不强。但是很多时候因为穿高腰裤啊，或者穿一些特殊的衣服，就无法比较好的检测，就需要把它扣在内裤上，就挺尴尬的。第3个缺点呢，就是它的震动方式吧，它的震动方式其实是跟手机一模一样的。如果你上课的时候突然有一个震动的声音，就挺尴尬的。大家试过那种上课的时候手机震动的尴尬吗？试过的话请扣1。所以它不太适合在自习室或者课室这种情况下使用，只能用来记录一下你当天的专注状态。但是因为最近很多特别是国外的小伙伴，很多人都是在上网课，那如果你在家里上网课的话，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完全没问题的，它这个震动的声音毫无影响。那接下来我和大家分享一下我觉得 Foki 它缺少的一些功能。首先第一个呢，就是一个每日报告或者打分。我很喜欢就像 Pillow Talk 那样，会每天给我一个睡眠报告，告诉我今天的状态的起伏啊，然后给我打一个评分。这样的话我能够很直观一眼就能看到我当天的状态，不用去数我的小球啊，或者认真去看我这里面有什么颜色。所以我个人会更加偏向有一个每日的报告去推送给我。第二呢，我希望的是有一个月度报告，就是有点像苹果健身的话，它会告诉你
你你这段时间的一个专注上滑啊，专注时间、学习时间的增加啊或者下降啊，让我更加有一种进步和奋斗的那种欲望。第三呢，我觉得是比较奢侈一点了，就是我希望它能够和 Apple Watch 能够有一些搭配，比如它在软件上可以看自己的专注小球啊，或者它的震动不是通过这个来进行，而是通过这个来进行，因为这个的震动呢，它是静音的。如果在上课的时候用 Apple Watch 来震自己，是不会影响到别人，所以我更加希望就是这个 Foki 能够搭配我的 Apple Watch 去使用，然后去实现更加丰富的一些功能。接下来我就和大家分享一下整体的使用体验嘛。首先第一，它确实非常轻便和轻巧，平时几乎感觉不到它的存在，甚至有几次我不小心把它扔进了洗衣箩，还好它有一个震动寻找的功能，我才把它找回来。第二呢，就是它续航很好，充一次电呢基本上能够用1周，所以1周上课5天，然后周末给它充电就是刚刚好的。另外我很喜欢它这个状态的记录，就是虽然有时候我不一定是在学习吧，我可能是在看书或者是在剪视频，但是当我看到我一天的报告，我这么多时间段我是有在专注的做事情的时候，我会觉得给人一种非常激励的一个感觉，而且我不用像一些手机 app 那样就是手动去输入我每一天都在干嘛，它这是一个更加自动的一个记录。另外它还会有一个紧张提醒嘛，有时候就是我自己在想一些事情，然后我就开始变得非常焦虑，我就会看到这个小球在那变成了红色，然后我就知道 OK calm down， 就是冷静冷静，不要那么激动所以在我变得非常焦虑啊非常紧张的时候，它会有一个把我拉回来的这么一个情况，所以我觉得它不单只会帮我专注，它还能够帮助我平稳自己的情绪。但是同时这个设备也是有个局限性的，当我状态不好的时候，这个设备是没有办法去让我专注的，就是我只会一直走神。我自己更多呢是觉得专注是训练出来的，而不是天生就有，或者用一个设备能够帮助你完成的，更多是你每一次的专注一直坚持下来，每一次长一点，长久以来呢你的专注能力就会越来越强了。包括是在上网课的时候，只要你每一次认真的努力去尽可能的听老师的课，你长期以来呢你的专注也是会上升的。所以说 Foki 它更多是个辅助工具，而不是一个专注的替代功能。整体而言呢，它是有一个帮助我提升专注的效果的，特别是在西方疫情期间，就是专注力特别容易下滑，那用这个来监督自己呢是一个不错的工具，大家可以考虑入。价格呢有一点点小贵，$89，大家觉得值得购入吗？如果值得购入的话请扣1，如果觉得不值得的话请扣0。那这就是 Foki 的测评了，新来的话记得点个关注，喜欢的话记得3连，那我们下期再见喽，拜拜。